哇！哦，大家好，这是啊，哎，大家伙早喽！12月10号星期三，又是一个周三了。今天的课表是6公里的阈值，正好我们跑团有一位在这儿生活、刚来这儿的朋友，是咱们训练营的成员。所以呢，对他来说，他跟我那个周三的强度练也行，跟着我们这个练也行。今天给大家看看，来，是不是？李宁的飞电6E，上一次看还是周日的上午，对吧？周日的上午的时候还没有周日下午大破节那1秒，之后这双鞋就更火起来了。今天我们不是正式评测，因为这6公里我又打算一针不减，如果能就是顺利的话，因为我这周日是富士山的全马，所以今天先跑到3公里看状态，然后再决定下一个3公里怎么跑。我还是不管跑多少，还是争取一针不减。所以大家如果不想看跑步的，就往后倒一会儿。这双鞋会有详细的体验分享，会在室内去做，应该争取这周吧。我们发布的流程差不多明天争取可以把比赛日那天的剪辑版的节目发出来，因为那天不光胸口的相机拍摄了，我头上的Go Ultra 也拍摄了，但是没有拍全16公里。58分钟的话，这个 Go Ultra 一次只能拍，就我用最高码率、最高分辨率，只能拍不到40分钟，所以我就没有全拍完，但是拍了好多前后后啊，特别有意思的。什么时候这种拇指相机能直播就好了？你像这种运动相机、这种拇指相机 Go Ultra 这种，现在内置一个 eSIM 做直播，我觉得啊，从技术上来说完全没问题。其实就是各种考量，成本呀、性价比啊，还有其他的这些。弄个 eSIM 其实挺麻烦的，在哪儿其实都挺麻烦的。它一下从一个拍摄设备变成了一个入网设备，对不对？我们去集合，大和源先生去出差了，今天他不来。那你今天就按照6公里的这个练吧，好吧？这刚才我们提到的我们训练营的成员王先生，早上好，早上好。今天的这个6公里，争取比自己的手表给你的那个乳酸阈值快2秒左右。OK。再快其实也没事儿，因为距离太短。太短。好，注意安全就行。好。いい大丈夫です。はい。じゃあ OK です。はい。はい、健三君のお兄ちゃんもはい。朝から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哎，你好。今天好。nice pronunciation。thank you，谢谢。准备开始了，大丈夫ですか？来，准备了。3分45いくよ。走。今天跑3分45，周末还有一场全马。
がとうございます。342，1公里3分42。はい。はい。やったー、ダメやぞ。はい、頼む。やったー。来たよ。やったー。やった。いきます。さあ、ごめん。すいません。やった。やった。わあ。あ、大丈夫ですか、高田さん。私どうせ止まってたので言ってください。故障じゃない。止まりたかったので言ってください。故障じゃない。大丈夫。啊，对，有几次摔了一下，啊，一个。上1公里3分55，停了一下。来到。
3分35有点快。哎，到这边上。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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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就是马拉松配速，只不过是晨跑没吃饭而已。但还是要收着一点。建中女士他们没事了，应该走过来了。太黑了，摔一下，冬天多疼啊！大丈夫ですか？我们这月底有一个我们跑团的接力赛，特别有意思，到时候给大家拍。27号。361，3分41。到。
はい、ありがとう。恩田さん。加油！到。3分34，还到。到。3分26啊，这才是我的 LTR。来到。3分25，来，1拉萨快到。来啥？
今天不快啊，今天一是上周日的那个比赛，之后是这周末的比赛，然后下周末还是全马。Nice， Last， Nice， 等等。铁柱先生今天带一位女士在冲，女士不行了，累了。所以这种训练就是让我稍微慢几秒，我就感觉完全不一样。看看整体平均配速，第2公里的时候出了个小意外，所以我当时也没停表，停了，最后停了，所以差了10秒吧。平均配速3分39，那差不多就应该是3分38的样子，21分55。这个对我来说就是我未来目标的马配。就有一天说马拉松能跑到这个配速就好了。我看铁路女士摔得怎么样？天亮了。啊！太牛这个！太黑了，天太黑了。幸亏冬天穿得多。下潜ってクッションになってます。哦，啊 ，nice。Beautiful。纽约马拉松，纽约 City 马拉松，哦，好看。怎么样？快了10秒，平均快了10秒。平均配速多少？3分57。3分57，你的 LTR 是4分08。4分08，那说明你的 LTR 测的不准。应该不准。对，3分57的话，那你差不多可以在4分上下。对。手摔了。本行ってなかったらいいけどね。哦，索康尼。可以啊，我这个是不是？这双鞋的脚感差不多和那个阿尔法 Fly 3，或者就是它比阿迪的 Pro 4更韧和硬一些，但是呢，要比阿尔法 Fly 3更软更韧一些。它的韧弹的感觉是要比精碳要多一些，然后脚感的鞋底厚度呢是感觉挺厚的，体感上很厚，就我的体重是踩不穿的。我们看看单圈数据啊，第1公里起的比较稳，3分42；第2公里因为发生小意外，大家都停下了，3分55；第3公里因为大家停了一会儿，不是就又有劲儿了，跑了3分35；第4公里3分41；第5公里3分34。我第5公里就开始加速了，但是第5公里因为有那个180度的折返，我一般就是累了以后，强度以后，我这种180度的折返我就得特别慢。第6公里最后我加速了，加到了我的 LTR 以内，3分25，我的 LTR 是3分26。我们那一位朋友，咱们训练营的基础营队友，他的手表给他测的 LTR 就比较慢，为什么？我分析就是因为我们过去跟他说，对，我可以给你分析一下你的 LTR 的问题。你平常自己练的时候是不是很少很尽力？对，感觉就基本上是差不多。对，就是对自己不够狠的那种人。所以小伙伴们，这样的选手，或者其实我们大部分的选手可能都会或多或少这样，像我这样的不多的。所以你们手表的 LTR 一般都不会是你真的，都会比真的稍微的慢一点点。你说你全力以赴跑了10公里半马的比赛，就那一次，一般手表也不会给你那么激进的推过去，给你改变的。所以你就可以手动调一下，你可以手动改成4分整，或者你可能也再保守一点，比方4分03。然后后边你的这个配速分区就按照4分03就好了。对，他占便宜了，因为这种都得叫什么加强版。对，因为他能在线下见到我，所以小伙伴们回头去哪儿，我去哪儿出差也好，或者来这儿玩也好，能线下见到我的就完全不用客气。你觉得累吗？今天这6公里？不累，好，就最后1公里，会比较累。那你跑完之后感觉。跑完之后就是你过程中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我不行了？就最后500米。最后500米，那差不多是这个感觉。我是比较求稳那种。是这个感觉。中间那一段我可能就这个配速稳住了。还是可以再顶一顶。就最后1公里可能顶。好，我这种类型。哎，你是佳明还是高驰？我是高驰。高驰，我回去能看到你的数据，对。好，我回去看看。
今天是这双李宁的第3次，第一次是比赛日那天早上起来的试设备热身的4公里，然后是周日比赛的那个16公里，然后是今天这个6公里。这6公里虽然没有跑到我的阈值，就是因为我是为了准备比赛，但是也不慢了，差不多在马配和半马配之间了，也还可以了。哎，这个尺码选择，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的 Nike、阿迪都是40半，阿迪没有40半的，我的 Nike 是40半，阿迪是就是255，就都按255买，就25.5或者255来买就好。所以这双我是41。嘿，小伙伴们，12月10号星期三，训练结束，冷身了4公里回来了。今天的跑量整体可能是不到14公里，略微有些少，但是又是比赛周，然后下周又是比赛周，所以看看调整一下。像大家跑阈值跑的时候，如果距离在8公里以下，不能像我今天这么跑，除非你像我一样上周或者下周有比赛，你的身体要调整。如果是正常训练，你就参考我以前的6公里阈值，你可以在我的频道里搜6公里，一般都能搜到好多。对我来说，我的 LTR 是3分26。那以往的在春秋天气好的时候，差不多我会跑到3分22到3分27之间，一般都会比3分26快。如果在热天或者特别冷的时候，可能是3分26到3分30以内，不会慢过3分30。今天是因为调整状态，所以今天我差不多可能只有一半的时间跑进了我的阈值区间，都别说 LTR， 可能是我没太仔细看，回去拿手机看一下。如果您跑的阈值跑的目的是，就比方您在马拉松成绩在3小时左右，您的阈值跑主要是提升你的肌肉的速度耐力，那这个时候我的建议是可以跑长一点，比方你跑12公里左右。那这个时候怎么跑呢？差不多就不能跑到我刚才说那个感觉，就你肯定不能超过你的 LTR 太多，那样的话你坚持不了那么长时间。超过 LTR 的配速跑，大多数人可能8公里是极限。所以要跑到哪儿呢？就是比 LTR 慢一点点，在你的乳酸阈值那个区间就好。在这个区间内尽可能的往长的跑，比方你一开始可能只能跑8公里，慢慢可以跑10公里，慢慢你可以跑12、14，甚至可以跑到16。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在你的阈值区间里，假设比方说我的 LTR 是3分26，假设我可以用3分31的配速跑14公里，假设那是不是就是我现在这样？但是现在我肯定可以，所以我现在我的10公里的最好成绩差不多，我觉得我可以跑到3分28，差不多好像是3分28左右。对，就是这样，就比你的 LTR 慢不了多一点点，就是这样的。如果你做不到，比方说我不能用3分30或者3分31跑13、14公里，那基本上你也不太可能用3分28跑10公里。它就是这样，这个才叫做以慢促快，以长促短，而不是说我6分去跑40公里，然后我说我这样就能提高我10公里的成绩，这个我觉得是痴人说梦。就是它不一样的。或者说以短促长是什么呢？就比方说像今天这种，我们整体的时间只有6公里的时间。那以往我没有比赛的时候，我就跑一个全力以赴，跑3分20、3分22、3分23。这样的话，我在正式的比赛里，比方在跑10公里的时候，或者跑半马的时候，跑3分28、3分29，我就觉得身体压力没有那么大。这个叫以短促长，而不是说，我今天不能跑20公里，我就跑一个10公里的有氧跑吧，然后我幻想着10公里的有氧跑能让我的30公里成绩变好，那这不叫以短促长。就这么个特别朴素的道理，你得这么想。我跑完这堂课以后，咱们先别说从科学上对我有多少帮助，咱们先说你跑完这堂课以后，你是不是觉得你变强了？你是不是觉得在后面的比赛中你可以跑得更好？你是不是会觉得说啊，我今天我可以3分30跑一个8公里了，那明天有一个5公里比赛，我跑3分28、3分27，我心里不慌？会不会有这个感觉？这个是马拉松训练、跑步训练的一个关键。
因为这个道理很朴素，就是你看，不管是100、200、400、800，甚至5000、10000的选手，他时不时，比方他一周测一次，他大概对自己的心理是明确的，就像很多科学东西一样，可以为实验所验证的东西，哎，大家都相信他，对不对？讲道理是不是？马拉松之所以很多那些奇奇怪怪的说法，就是因为你验证它的机会不多。你说普通人1年能跑几场全马？你不能平常跑一个42公里试试，你就总幻想着，哎，这个特别轻松的训练是不是能让我在42公里时候跑得更好呀？那更是痴人说梦，对不对？好吧，那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